好，有冇搞錯？今日我哋喺美國已經我哋9月3號，即係中國嗰邊咧9月4號。咁啊，當然要講下咧9月3號大閱兵嘅啲嘢啦。咁啊，當然好多我哋睇到好多朋友啊，即係比較會講呢個關注呢個大閱兵，咁啊有咩影響？咁啊，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咁啊，首先我哋講武器，其次我哋講下政治，講下政治。咁啊，首先講武器啦。武器咧，你話嗰啲咩陸軍啊、海軍啊嗰啲，我哋今日唔講。飛機嗰啲我哋都唔想講，因為飛機唔係咁重要啊。呢一次咧，佢放出嚟嘅幾個比較重要嘅導彈啊，可能即係西方比較關注嘅幾個導彈。第一，核子武器。咁啊，呢一次咧放出嚟幾樣嘢，即係核子武器。一個係東風61，東風61而家完全冇資料，但係有朋友就講完全係假嘅。咁啊，係咪假嘅我就唔知啦，因為到而家為止啊，中共軍方又好海外又好，揾唔到呢個東風61嘅任何嘅資料。以前咧發展到東風41，係嘛？一跳就跳咗去61，咁即係咩意思？冇人知嚇。好大個，有差唔多12個轆嘅一個貨車，一個大嘅呢個 truck，咁啊拖住佢行嘅。咁啊佢我相信咧呢個係一個固定嘅俾我嘅意見咧，佢唔係移動嘅，佢係一個固定嘅用發射井嚟發射嘅一種洲際嘅呢個導彈主要放呢個核子武器啦。咁啊，應該係擺喺山裏邊啦，即係嗰啲地方嘅，所以佢移動好笨嘅，因為好大，30幾米咧，差唔多有幾多層？差唔多10層樓咁高啊！差唔多9層樓咁高嘅。咁啊，當然即係你移動會好困難。佢呢個導彈咧，據說應該係比東風5C 嗰個係其實係差唔多嘅，但係佢據說佢嘅速度更加快，即係佢因為佢係導彈係咁樣，佢咧打起嚟向天上去之後，穿過大氣層，咁啊喺中間飛，嗰個飛行嘅速度就好重要啦。咁啊，佢唯一透露出嚟嘅資料咧，話喺呢個大氣層外邊咧有35個馬赫，即係超過音速35倍，咁啊飛去萬幾公里，即係當然講嘅係美國啦，萬幾公里之後由天上邊再落翻去，咁啊可以帶唔知而家唔知有幾個彈頭即係可以帶可能8個10個可能即係彈頭核子彈頭。咁啊即係速度越快咧就越難截嘅。即係呢個係東風61，東風5C。咁啊呢個東風5咧係一個舊嘅一個洲際導彈，係以前中共咧係比較老嘅一個洲際導彈。以前咧據說可以打到咩8000公里而家據說呢個可以打12000公里可以帶呢個3個彈頭，咁啊相對嚟講係比較舊啦。咁啊即係可以即係飛去當然都係針對美國嘅。另外咧就係我哋要另外咧就係呢個呢一次比較第一次又係第一次出嚟嘅叫驚雷1，咁即係第一個啦。驚雷1都係一個核子彈頭佢係擺喺呢個叫做飛機上邊嘅。咁核子彈頭因為相當之大咁擺喺可能嗰個空流空翁流6，即係而家中共解放軍嘅呢個轟炸機上邊咧，
就安路 K 上邊咧，只可以擺一個，咁就飛一段時間先至射佢出去。咁你喺飛機上邊，你大極都有限啦，係咪？即係話你重量啊，佢大嘅嗰個燃料啊，當然都有限。佢呢個咧有資料話佢可以飛3200公里到3500公里，呢個係理論上邊嘅呢個距離嚇。咁啊，即係等於咩咧？如果佢要，譬如佢要打咩咧，佢就空流六啊，空六帶住呢個核彈頭飛4000公里就唔使翻嚟啦，因為佢嘅航程啊，即係5000公里，佢飛5000公里飛到去呢個太平洋嗰邊，再發射，咁就可以打到美國嘅西海岸啦，可以打到西海岸，即係嗰啲地方。呢個就係空中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但係以前咧中共係冇嘅，即係用飛機嚟攜帶嗰個核子彈頭，以前冇嘅。所以呢一次第一次出嚟叫驚雷1號。咁啊，仲有一個巨浪3，巨浪3咧一聽就知啦，由潛艇裏邊打出嚟嘅，即係核子嘅戰略潛艇。咁啊，核子戰略潛艇咧，而家係94啊，呢個即係或者係96呢個核子潛艇入邊，咁啊擺喺入邊咧就偷偷地行到去呢個美國嘅海岸，咁啊打佢出嚟，係嘛？可以飛幾多咧？可以飛大概幾百公里、1000公里啊！因為佢已經去到你海岸啊嘛，所以而家咧即係中共擺出嚟呢幾樣嘢，即係好明白，佢係叫做三位一體。三位一體咧就係所有嘅核子嘅大國先至有嘅能力，因為你有原子彈係冇用嘅，你淨係有原子彈冇用，你點樣擺過去啊？你揸車去啊，或者你搭飛機去啊？係啊，你即係要有一個辦法，你將你嘅原子彈掟喺人哋嗰度嚇，咁啊所以就係一定要3種方法，一個咧潛艇，一個喺陸基，即係喺呢個陸地上邊嘅發射嘅呢個導彈，仲有一個就係飛機，就三種方法。所以呢個咧就係以前啊，就係淨係美國同蘇聯有啊，即係三位一體。所以而家中共擺出嚟所有呢啲嘢，都係最新第一次擺出嚟嘅。巨浪3啊、驚雷1啊，同埋東風61啊，呢啲全部都係第一次擺出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向全世界，佢就講明我有三位一體嘅核子打擊能力啊！呢樣嘢當然即係其實大家都諗到嘅，我知道美國軍方已經諗到啊！嚇，另外仲有一個導彈咧係比較犀利嘅，即係紅旗 HQ-29嚇，呢一個咧睇起嚟相當之大。因為 HQ 系列啊，即係紅旗呢個系列咧，係防空嘅導彈嚟嘅。以前咧紅旗9啊、紅旗15啊呢啲都係打飛機嘅，但係紅旗29咧睇起嚟就唔係打飛機啦，主要因為佢好大，射程好遠嚇，即係呢個係相當於美國嘅中段呢個攔截系統。佢係中段攔截系統咧，即係唔係攔你飛機咯，主要係攔你嘅導彈。呢個就係意思咩咧？如果你發射一個原子彈因為用導彈發射去洲際導彈啦，你飛去太空上邊要飛一段時間啊嘛，飛一段時間之後再入呢個大氣層先至打到人哋啊嘛。咁啊，你中段就喺大氣層嘅外邊嗰時佢就發射一種導彈打中你嘅導彈，咁你咪飛唔到過去。呢個就叫做中段攔截系統。咁啊，美國當然有啦，譬如話以前講嘅呢個薩德系統，大家記得薩德系統就係一個中段攔截系統嘅前端嘅設備，就係佢喺前邊你有導彈發射出嚟，佢即刻知道，咁啊數據傳翻去，呢個導彈飛喺即係上空嗰時，佢嗰邊嘅導彈已經飛起，咁啊將你攔截
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以前咧中共係冇呢樣嘢嘅，但係紅旗29擺出嚟咧，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呢個中段攔截系統呢個都比較深嘅一樣嘢，即係話中共咧即係表明立場係我都有中段攔截系統以前呢啲嘢係中共嗰邊係完全冇嘅，所以呢一次佢的確係擺出嚟一啲以前未俾人睇過嘅呢啲武器當然呢啲武器係真定假冇人知啦，係咪？即係因為網上邊有人傳就話呢啲完全都唔係真嘅，即係攞一個模型擺一個號喺上邊，咁就即係靠下係咪？即係我哋又冇證據咁講因為佢有啲人就將嗰啲相睇咩嗰啲螺絲或者有一啲地方睇嚟唔啱嘅，即係睇嚟唔似係真正嘅導彈嗰一種裝置，譬如話有咩螺絲應該即係你外殼上邊，因為你中段攔截系統，你諗下就知，佢速度一定好快先至得佢一定係超過10倍或者10幾倍嘅音速，佢先去捉到對方嘅導彈嘅。咁你咁高速嘅飛行嗰時，你係冇可能嗰個外殼嗰個外邊咧用嗰啲螺絲咬即係連埋一齊嘅。呢樣嘢咧，當然就係會好有問題嘅，即係你影響你嘅飛行，影響你嘅精度，當然影響你嘅呢個堅固所以有啲人睇到哇有螺絲喎，即係呢個即係可能係木頭或者其他嘢塗咗啲顏色咁扮下嘢咁嚇人嘅，呢個係有啲人嘅睇法，因為我哋冇證據，我只係咁少嘅證據，我哋當佢有，當佢有。所以呢啲導彈系統係屬於比較深嘅。另外咧，佢就都拖出嚟好多，譬如話電子戰呢個電子呢個預警機預警飛機所有嘅比較先進嘅呢個世界上邊比較先進，佢都拖出嚟。但係呢啲嘢咧，你睇唔到。佢有幾個天線，你都唔知佢入邊係乜嘢，因為佢又冇係咪？即係唔係好似槍咁樣攞出嚟，炮咁樣攞出嚟睇，一睇就知呢個係開槍，嗰個係開炮嘅。咁但係嗰個電子系統你點樣？即係你攞出嚟行一圈，你個圓形嘅天線或者係即係長形嘅天線或者分散嘅天線，邊個知係即係睇起嚟好似，但係有冇？係咪真正有用咧？有乜嘢數據咧？係而家冇人知嘅。當然佢都有好多呢啲設備拖出嚟。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呢個係軍改之後咧，即係第一次有一啲部隊出嚟行嘅，譬如話電子對抗咩呢啲情報方面嘅都出嚟行嘅呢啲咧就同以前咧就係有少少唔同，但係我知道好多中國人睇起嚟好激動即係話覺得呢樣呢個唔講佢覺得自己國家呢個軍事好強大好犀利呢樣就覺得自己係點，呢個係呢種感情或者感覺都冇話人哋係唔啱。但係我想講嘅係，所有呢啲武器全部都冇經過真正嘅實戰譬如話以前蘇聯有啲俄羅斯都有好多嘅飛機坦克導彈超音速呢個300、300、400，而家有300、500最先進嘅咩攔截嘅呢啲系統咁喺戰爭嗰時。佢係唔可靠嘅即係好多嘢係冇乜反應，冇乜用嘅。就唔知中共嗰方面點樣啦所以呢啲嘢咧就係攞出嚟擺嘅。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全世界譬如話如果你自己係軍人，你睇咗之後，你唔會假設佢係假嘅，係咪？除非有精確嘅情報證明佢係假嘅，咁你先至講呢樣嘢係假嘅，係咪？但係所以喺美國
喺歐洲全所有國家睇完之後，當然覺得呢個好危險，亦要警惕啊。所以我做其他節目，我就同啲人講嘅，因為閱兵之前，習近平、普京、金正恩、白俄羅斯、伊朗呢幾個國家嘅領袖一排一排行過去嗰時，嗰一張相，我認為將成為歷史上邊一張好重要嘅一張相啊！嗰張相，咁啊，嗰張相係咩意思咧？嗰張相就係正式嘅冷戰嘅陣營又重新開始，一個新嘅冷戰開始。呢一次新嘅冷戰就唔係蘇聯同美國啦，而係中國或者係中共同美國。所以呢個係一個新嘅階段啊，新時代啊嘛，係咪？我哋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啊，呢個新時代嘅冷戰就係由呢度開始，嗰一張相就變成歷史嘅一個畫面，一個畫面係好重要。所以所有國家嘅反應我就唔使講啦，所有人睇咗冇話好開心啊！啊，中國終於成為一個大國，軍事力量咁強，可以維護全世界嘅和平。我睇到西方嘅報道，冇人咁樣講啊，包括美國嘅左派、右派嘅即係高層嘅、低層嘅，所有媒體全部都講話呢樣嘢係證明一個新時代開始，一個新嘅反西方、反美國、反歐洲嘅一個陣營已經形成咗啦。歐洲都係咁樣，法國、德國、英國就唔使講啦，更加係咁樣，全部嗰啲報紙都係咁樣嘅意思。日本都係咁樣，日本係朝日新聞啊，你都比較親中嘅，或者係讀賣新聞啊，都係比較相對嚟講比較保守、比較右派嘅，差唔多全部都係呢個佢哋嘅社論，差唔多全部都係咁講呢啲。好啦，另外咧就講呢個政治嘅問題啊，政治嘅問題就喺呢個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啊上邊，咁啊嗰度閱兵嗰時，除咗中共現任嘅正國級嘅人喺上邊，差唔多以前嘅所有以前嘅呢個常委，即係以前嘅正國級啊，嗰啲人全部喺上邊，包括以前嘅，包括溫家寶啊、曾慶紅啊、張高麗啊、賈慶林啊，呢啲成班人都全部喺上邊。咁啊，栗戰書啊、汪洋啊、王岐山啊，呢啲人全部喺嗰度。但係有幾個人冇上嚟嘅，第一個咧就係胡錦濤，第二個係朱鎔基，仲有宋平。宋平咧應該係已經行唔到嘅，100幾歲，100幾歲。朱鎔基99歲，仲有一個咧羅幹都差唔多90幾，就嚟100嘅。咁啊，可能係身體嘅問題就上唔到去啊。所以咧呢個反映到咧佢係有妥協嘅。當然我哋睇到何衛東一定冇，係張又俠喺上邊啊，即係呢個時刻可以100%嘅確定何衛東已經落馬。另外一樣嘢係閱兵嘅總指揮係一個空軍司令，而唔係中部戰區嘅司令。呢樣嘢好重要，即係以前唔係北京軍區司令，而係北京軍區空軍嘅司令啊。因為之前我哋有講過，有啲朋友講啊，因為解放軍對呢個軍區改戰區好不滿啊嘛，而家要想改翻去軍區嘅嗰個以前嗰樣嘢嚇。咁啊，但係而家嘅戰區嘅司令絕大部分而家都俾調查，而家都係半停職。停咗，因為要肅清苗華嘅流毒啊嘛。因為你呢啲人同苗華有咩關係？
同何衛東有咩關係？你一定要講清楚啊！所以呢班人全部都係冇喺上邊，所以而家變成一個空軍嘅司令喺上邊。兵呢個係好奇怪嘅，即係以前從嚟未發生過，呢個係今次發生，所以即係可圈可點啦。大家知道啊呢樣嘢。另外一個習近平嘅身體真係唔好啊，面黑，行路行得好慢，行得唔係好穩嚇，行得好慢。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喺天安門廣場即係城樓上邊啊，閱兵俾佢鏡頭嘅時候，你可以睇到佢嘅頭係歪嘅。另外咧，佢嘅頭係控制唔到喺度抖啊，喺度喐咁啊。但係都當然唔係咁明顯，但係你仔細睇咧，係可以睇到佢喐嘅，佢控制唔到嘅，控制唔到。所以呢個咧，即係當然，即係學即係醫生啊，大概都知呢個係一個中風嘅一個後遺症，或者係唔係好清楚咩腦幹邊度損傷嘅後遺症，即係頭部嘅一啲問題嘅一啲反應啊。所以你可以睇得出，即係證明咩咧？我哋之前有講過，點解中南海？點解中國內部點解北京鬥得咁犀利咧？我認為完全係因為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習近平嘅身體唔好，因為佢嘅身體健康令到佢冇辦法去真正領導呢個國家。而家佢只係一支旗，咁啊其他人喺下邊要做嘢啊嘛。因為當佢管唔到下邊嗰啲，下邊每一派嘅勢力就開始鬥。會鬥得好犀利，其他派嘅人都會開始鬥，所以而家呢個即係佢，如果佢身體真係即係可以睇得出佢身體真係唔好，係咪有問題嘅嚇？所以呢樣嘢咧就可以睇得出啊！我想講一樣嘢，即係而家全世界最爆煲嘅一件事，爆到不得了嘅一件事，就係當習近平同普京同呢個金正恩同白俄羅斯同埋伊朗嘅總統成班人，好似黑社會咁樣行出嚟，行上去呢個天安門呢個城樓嗰個路上邊咧，俾人爆出嚟啦。佢哋之間講嘢就係習近平同普京之間，佢兩個人嘅傾偈。咁啊爆出嚟嗰一段咧，可能大家已經聽到啊，已經知道。咁啊就係呢個習近平講嚇，而家70歲啊，相當於以前嘅細路仔。咁阿普京就話係啊，因為可以不停嘅換器官，所以咧就可以即係保持健康。習近平就講啊，預測到呢個世紀啊，我哋可以即係呢個壽命啊，可以去到150歲。呢幾樣嘢幾句説話，但係爆出嚟係好犀利，全世界嘅媒體都爆佢呢一句説話。我哋首先講佢點樣俾爆出嚟嘅。我最初啊，我睇到呢樣嘢，我以為係假嘅，我即係以為有人老作啊嘛，我都唔係幾相信。但係嗰個視頻我聽咗之後覺得哇，唔係喎，係真喎。後尾而家證實嗰個視頻都唔係外國嘅呢個通訊社啊或者電視台影到嘅，而係中央電視台影咗之後，將呢個畫面提供俾所有人。當然，所有其他嘅外國嘅呢啲攞到呢個畫面之後，將嗰一段收到嘅聲音好遠啊，幾十米啊，30-40米咁遠啊。嗰段聲音放大，佢哋之間講乜嘢，就攞到頭先我哋講嘅嗰一段説話。所以唔係敵對勢力啊，而係中央電視台自己搞出嚟嘅啊。所以呢一段咧，呢一段嘢就非常之有意思啦。啊，第一，習近平啊就講
你以為我70零歲我就要退休，我身體唔好我就咩咩咩？唔係啊，我要壽命我哋可以去到150歲，係咪？即係仲有80年啊，大佬！我仲可以統治中國70年啊！呢個犀利啦，係咪？即係呢樣嘢。第二就係通過普京嘅口講出嚟嘅移植器官，佢係持續嘅移植器官，咁啊即係話唔係移植一個器官啦，移植好多器官啊！因為大家都知啊，我哋以前咧報過好多次講呢個活摘器官，講揾年青人嘅器官啊，即係冇病嘅人、健康嘅人嘅器官攞過去，生湯咗之後攞器官換上去。我哋講咗好多年，2006年開始講，差唔多20年啦，到而家19年啦。最初冇人信，覺得哇，而家越嚟越信啊！到而家係由佢哋自己親口講出嚟嘅，所以而家係冇得唔信，冇得唔信。咁啊，嗰啲器官嘅來源係邊度咧？係邊個俾你嘅器官咧？你可唔可以移植一個70歲人嘅器官到你身上邊咧？你係咪要移植嗰啲年青人嘅咧？所有呢啲嘢啊，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去諗呢樣嘢。我同大家講150歲呢個數字啊，呢個係2018年、2019年北京301醫院嘅一個計劃爆出嚟嘅。呢個係做981首長工程爆出嚟嘅。佢要首先條理嚇呢啲首長，呢啲首長當然唔係你同我啦，唔係普通老百姓啦，而係嗰啲要用幾百萬、幾千萬去維持佢健康嘅嗰啲人嚇。嗰啲人當然就係首長啦，即係起碼副國級以上呢一批人啦，將佢身體調理好，跟住再移植器官，跟住咧就可以不停嘅換血啊，做好多嗰啲嘢，可以佢上邊寫可以令到人生存到150歲，呢個就係嗰度嚟嘅。喺我哋之前我諗我哋以前大紀元啊，我喺大紀元嗰時，我哋有報導呢個新聞啊。當時當然都好多人講呢個真定假啊，係咪呢個好邪惡啊？呢個150歲，今次呢個數字係由習近平親口證實咗。咁啊，關於活摘器官，究竟發生咗乜嘢？究竟過去咁多細路仔、咁多大學生、咁多年青人失蹤，究竟係發生咗乜嘢？點解喺中國失蹤人口嗰啲人俾人綁架走之後，通常都係攞器官，屍體掟喺野外，冇一件案破案，完全破唔到案。我哋之前講過湖南嘅湘雅醫院呢個武漢嘅同濟醫院發生嘅嘢，我哋講過。譬如話呢個江西嘅呢個15歲嘅中學生，突然間莫名其妙失蹤，大家去揾，莫名其妙又出現呢啲嘢，大家聯繫，大家會有結論。中國而家周街都係呢個監視嘅鏡頭，講唔好聽，好多人你行街，你放個屁佢都知道嘅。呢啲殺人嘅、綁架嘅，一單案都破唔到。
只能夠説明一個問題啊，就係監控鏡頭嘅控制人同作案嘅嗰啲人係一班人，同樣一個系統，你先至可以解釋。如果唔係，你知道中國一年啊失蹤幾十萬人，當然都有數字話失蹤啊幾百萬人，但我相信咧可能報案幾百萬人，有啲人可以揾翻，但真係失蹤幾十萬人、幾十萬人、幾十萬嘅案件，咁唔單止喺呢個好偏僻嘅樹林裏邊啊、山裏邊啊，大部分都喺人口比較密集嘅地方，因為你綁架人啊嘛，你唔係綁架一棵樹啊嘛，一定喺人多嘅地方去做嘢啊嘛。呢啲人多嘅地方係中共最密集監控嘅地方，完全一單案都破唔到，一個人都拉唔到。咁當然大家就知道呢個入邊係咩回事啦。所以我就同中國朋友講啊，當你好自豪嗰時啊，你話呢個我哋嘅導彈、我哋嘅飛機、我哋嘅軍艦點嗰時，你有冇諗到佢哋你嘅所有呢啲嘢全部係你嘅退休金，係你嘅醫療保險啊，係你嘅社會保障，係你交出去嘅稅啊，你交出去嘅錢，而且佢呢一啲武器，佢唔係真係要同外國人，佢要保障嘅係外國人唔可以干預佢去喺中國刮人礦。邊個係人礦？就係我哋中國人。你好自豪，所以咧即係大家去自己諗啊。當然呢個世界係咁樣，好少人係可以講得醒嘅，可以自己睇得醒嘅。全部人啊，絕大部分人都係痛醒嘅，都係痛，真係打到痛到不得了嗰時先至會醒嘅。好啦，今日咧我哋就講咁多，因為好多件呢一發生咁多事，我哋今日講咁多，多謝大家啊！我哋星期五再同大家講另外啲消息，拜拜。